让你这个女魔头尝尝我抽魔鞭的威力。陈平说完，收起斩龙剑，直接拿出抽魔鞭。抽魔鞭在空中抽响，幽月只感觉自己的神识像是被人硬生生剥离了一般。幽月魔女心中充满了恐惧，这抽魔鞭对她太震撼了。她知道今天黑煞魔宫恐怕要完蛋了，于是咬了咬牙，突然朝着黑煞魔宫深处跑去。父亲，救命啊！陈平眉头一皱，立刻追了上去。今天你叫祖宗都没用。南霸天也追了上去，胡麻子也紧随其后。黑煞魔宫深处，一座阴森的宫殿内，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缓缓睁开眼睛，他就是幽月魔女的父亲，黑煞魔宫的公主幽无极，实力已经达到了地仙境5品。在这4重天，地仙境5品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了，完全可以前往5重天混一混了。不过幽无极担心黑煞魔宫交到自己女儿手里，根本就管理不了，而且那些长老也不服气，所以一直待在黑煞魔宫修炼。是谁敢在我黑煞魔宫放肆？幽无极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起，带着强大的威压。幽月魔女跑到幽无极面前，哭哭啼啼地说道：父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陈平他们杀进来了，我们的弟子死伤惨重。幽无极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。陈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黑煞魔宫闹事！你是什么人？背后可有师傅？在幽无极看来，陈平敢在他们黑煞魔宫闹事，肯定是背后有师傅或者势力撑腰，要不然他不敢。就在这时，陈平和南霸天、胡麻子冲了进来，看到幽无极，陈平顿时冷笑起来。这家伙不过是地仙境5品，跟着南霸天的地仙境7品巅峰还有不小的差距，压根也不用怕他。陈平看着眼前的黑袍老者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，手中的抽魔鞭还在微微震颤，带着尚未散尽的魔煞之气。地仙境5品，他嗤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轻蔑。我当黑煞魔宫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，原来是个龟缩在女儿身后的老东西。刚才你女儿喊救命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出来？难不成是年纪大了，连动一动都费劲？幽无极的脸色瞬间铁青，黑袍下的手指死死攥紧。他活了数千年，在4重天也算威名赫赫，何时受过这般羞辱？尤其是对方不过是个散仙境7品的小辈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黄口小儿，休要逞口舌之快！幽无极怒喝一声，周身瞬间弥漫起浓郁的黑雾。今日我便让你知道，地仙与散仙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天堑。天堑？陈平挑眉，故意挺了挺胸膛，连自己女儿都护不住，缩在窝里当缩头乌龟，也配谈天堑？我看你这地仙境5品，怕是靠丹药堆出来的吧？找死！幽无极彻底被激怒，黑袍猛地鼓胀，如同充气的皮球般胀大数倍，5道漆黑如墨的爪影撕裂空气，带着腐蚀一切的恶煞之气抓向陈平面门。这招幽冥鬼爪是他的成名绝技，寻常的仙境3品都难以抵挡。南霸天见状就要上前，却被陈平抬手拦住。你不用管。陈平眼神发亮，战意熊熊燃烧，这家伙刚好给我练练手。我最近提升太快，正好没人练手呢。南霸天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，朗声笑道：好，陈先生有此雅兴，我便在一旁看着。不过这老东西要是敢耍诈，我立马捏碎他的脑袋。幽无极听到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个散仙境小辈竟然把自己当成了练手的靶子，这是何等的羞辱！他怒喝一声，爪影速度再提3分，带着尖锐的破空声袭向陈平。陈平却不慌不忙，脚下踏出玄妙步伐，身形如同鬼魅般在爪影间穿梭。他并未急于进攻，而是不断闪避，同时仔细观察幽无极的发力方式和气息流转。地仙境5品的气息确实浑厚，但运转之间漏洞不少，
陈平心中暗道，突然身形一晃，显之又显得避开一道爪影，同时手腕一翻，抽魔鞭如同灵蛇出动，带着噼啪的金色电弧抽向幽无极的手腕。啪！抽魔鞭精准命中，幽无极只觉得一股精纯的浩然正气顺着手臂涌入体内，瞬间击溃了他凝聚的黑煞魔气，手腕处传来一阵灼痛感。同时他的神识也是一致，虽然并不明显，但还是感觉到了。这鞭子，幽无极又惊又怒，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有如此克制魔道修士的法宝。老东西，滋味不错吧？陈平冷笑，脚下步伐加快，时而如清风拂柳，时而如惊雷乍现，正是浴火步。配合抽魔鞭的远程攻击，他如同一个灵活的猎手，不断骚扰着幽无极。幽无极空有地仙境五品的修为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击中陈平，反而被抽魔鞭抽中了数次，身上的黑袍被撕裂数道口子，露出下面干枯的皮肤。小杂种，有种别躲，今天不弄死你，我幽无极岂不是被众人耻笑？幽无极怒吼，双手结印，周身的黑雾凝聚成一柄巨大的黑色长矛。尝尝我黑煞魔矛的厉害！黑色长矛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，朝着陈平直刺而来。这一击凝聚了他全身70%的功力，速度之快，让陈平根本来不及闪避。来得好！陈平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，非但没有后退，反而迎着长矛冲了上去。他体内的神龙之力疯狂运转，金色的光芒在体表形成一层金色鳞片护盾，不坏金身。轰！黑色长矛与金色护盾碰撞在一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金色护盾剧烈震颤，出现了无数裂纹，但终究是挡住了这一击。陈平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再次溢出鲜血，但眼神却更加锐利，竟然接下了我的黑煞魔矛。幽无极彻底震惊了，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一个散仙境7品的修士，怎么可能接下他全力一击？老东西，热身结束了。陈平擦去嘴角的血迹，脸上露出一抹疯狂的笑容。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连招。话音未落，他突然消失在原地。九影剑法，数道与陈平一模一样的身影出现在大殿内，同时手持斩龙剑朝着幽无极砍去。幽无极瞳孔一缩，下意识地挥舞着黑煞魔气防御，但这些分身虚实难辨，有的被魔气打散，有的却实实在在地砍在了他的身上。扑哧，一道分身的斩龙剑划破了幽无极的胳膊，带起一串黑色的血液。雕虫小技！幽无极怒吼，猛地爆发气息，将所有分身震散。但就在这时，真正的陈平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抽魔鞭缠绕上他的脖颈。给我趴下！陈平大喝一声，用力下拉。幽无极猝不及防，被拉得一个趔趄，脖子上传来一阵剧痛和麻痹感。他连忙运转功力，想要震开抽魔鞭，却发现鞭子上的浩然正气如同枯骨之躯，不断侵蚀着他的经脉。就是现在！陈平眼中金光一闪，左手捏拳，所有力量汇聚于拳锋，狠狠一拳砸向幽无极的后心。砰！这一拳结结实实命中，幽无极发出一声闷哼，身体剧烈颤抖，喷出一口黑色的血液。好小子，有点意思。南霸天在一旁看得连连点头，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。他能看出陈平的战斗技巧和对力量的运用已经远超同阶修士，甚至比一些地仙境初期的修士还要精湛。幽无极被连续击中，彻底陷入了暴怒，他放弃了防御，周身的黑煞魔气疯狂暴涨，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浓稠的黑雾中，只露出一双猩红的眼睛。小杂种，我要让你神魂俱灭！黑雾中伸出无数只黑色的鬼爪，如同潮水般朝着陈平抓去。这是幽无极的压箱底绝招断鬼噬魂，一旦被这些鬼爪抓住，
不仅肉身会被撕碎，连神魂都会被吞噬。陈平脸色一变，他能感觉到这些鬼爪中蕴含的恐怖力量，知道自己应接不住。动手！陈平当机立断，不再恋战，身形急退，同时大喊一声。他知道自己只是过过招，真要是被那幽无极打伤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毕竟有南霸天在，陈平热热身就行了。早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南霸天大笑一声，身形如同鬼魅般出现在陈平面前。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法宝，只是随意的抬起右手，朝着那片黑雾拍出一掌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掌，却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威压。掌风过处，那些黑色的鬼爪如同冰雪玉阳般消融，浓稠的黑雾也被吹得烟消云散。噗！幽无极的身影暴露出来，他看着南霸天拍出的手掌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想要闪避，却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定，根本动弹不得。砰！南霸天的手掌结结实实拍在了幽无极的胸口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只有一声沉闷的碰撞声。幽无极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大殿的柱子上，滑落在地。他的胸口出现一个清晰的掌印，黑袍下的骨骼寸寸断裂，口中不断涌出黑色的血液，眼神迅速涣散。地仙境五品的幽无极在南霸天面前，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住。南霸天拍了拍手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地仙境五品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真是不知死活。”幽无极眼中闪过一丝绝望，他知道自己已经败了，对方的实力明显比他高太多了，他没有丝毫的胜算。就在这时，陈平走上前，冷冷地看着幽无极和幽月魔女：“现在该轮到我们算账了。幽无极，我问你，当年胡氏一族被灭，是不是你们黑煞魔宫干的？”陈平冷冷地问道。幽无极沉默了片刻，苦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。没错，当年胡氏一族被灭，我们黑煞魔宫确实参与了。”胡麻子听到这话，顿时激动起来：“为什么？我们胡氏一族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幽无极叹了口气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五重天的那些大人物，他们看中了胡氏一族的一件至宝，想要据为己有。胡氏一族不愿意交出至宝，他们就联合了我们这些四重天的势力，对胡氏一族展开了灭族之战。至宝？什么至宝？陈平追问道。幽无极摇了摇头，具体是什么至宝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真正的主导者是五重天的那些势力。五重天的哪些势力？陈平继续问道。幽无极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恶道殿，当年的灭族之战，就是恶道殿在五重天的分店店主欧阳天一手策划的。”恶道殿？陈平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他想起了在三重天的时候，恶道殿的幽无邪被自己打败，神魂逃脱。没想到恶道殿在五重天还有分店，而且还是胡氏一族灭亡的罪魁祸首。除了恶道殿，还有其他势力参与吗？陈平问道。幽无极点了点头，还有万毒谷、圣光宗等几个五重天的大宗门，他们都参与了当年的灭族之战。陈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他没想到参与灭族之战的势力竟然这么多，看来想要为胡氏一族报仇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对啊，五重天的宗门要想灭四重天的胡氏一族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，还用这么多宗门联合吗？陈平突然想到，胡氏一族在四重天，实力应该不会太强，怎么可能让这么多宗门联合对付呢？当年胡氏一族的修士很多都实力大增，前往了五重天、六重天对胡氏一族灭族，他们势必会召回这些子弟，所以我们才联合起来的。在整个四重天，胡氏一族子弟境界提升的速度最快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怀疑胡氏一族有至宝。
能够快速提升修为，招来的杀身之祸。幽无极分析道，他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保命，如果不说点有用的信息，搞不好自己就完蛋了。陈平一听，看向胡麻子道，胡大师，你当时没用什么至宝提升修为？没有呀，我都是靠自己修炼，哪有什么至宝，可能是后面得到的吧。我都轮换转世好多次了，族里发生什么变化，我也不知道了。胡麻子摇了摇头道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陈平看着幽无极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，为什么胡氏一族的族人连一道神魂都没有留下，就没有一个人逃脱掉吗？可刚刚问完，陈平猛然想起，恶道殿是专门收集神魂这一类东西的，肯定是被收走了。胡氏一族的身后是不是被恶道殿收走了？我在三重天也遇到过恶道殿，他们专门收集亡魂、神魂这些东西。当时那恶道殿主事是一个叫幽无邪的家伙，被我杀了，不过神魂逃了。陈平对着幽无极问道，幽无邪，幽无极。陈平又猛然像是发现了什么，再次问道，那幽无邪是你什么人？幽无极脸色有些难看道，那是我的胞弟，加入了恶道殿，不过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。难怪你两个的名字如此相似。陈平恍悟，幽无极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陈先生，恶道殿虽然收走了胡氏一族的神魂，但不一定全都炼化，有可能也关押起来了。